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《三国演义》相信大家都看过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特别是里面的诸葛亮无所不能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不过呢，关于诸葛亮到底是哪里人，一直有个争议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湖北向阳的古隆中，据说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生活，并且呢还有他的故居。今天呢就来这个地方了解一下关于诸葛亮的故事，他是否真的如《三国演义》中描述的那样厉害，那样无所不能？关于诸葛亮的故事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说得出来都有很多。你像诸葛亮在古隆中隐居，刘备三顾茅庐、赤壁之战、草船借箭、空城计，以及跟司马懿对战的这些等等啊。古隆中，诸葛亮年轻时候10年生活在这里，相当于在这里隐居。这个牌坊呢，大概是建于清朝时期，看看是不是很精美。那上面的这些字呢，基本上也是形容诸葛亮的一生：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这个上面呢，还有杜甫的诗：三顾平平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这个其实形容的就是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，换来了诸葛亮辅助两朝的自胆忠心。哪两朝？一个是刘备，一个是刘禅。特别是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其实算是给他一生的写照。当然，刘备的诚意，诸葛亮的自胆忠心，这个也算是一种平等的交换。那这个淡泊明志呢，相当于是诸葛亮在这个隆中隐居时，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，却是胸怀远大的志向。其实啊，我们说到这里，诸葛亮尽管说是隐居，但是呢，他时时刻刻在关注着那个天下事。诸葛亮在古隆中隐居了大概10年，后来刘备由于手下那个谋士包括人才不够，他经过推荐来到古隆中寻找诸葛亮，就是我们经常的说的三顾茅庐。最后呢，两个人在这边有一个隆中对，确立了3分天下。但是真正的是刘备看中了诸葛亮吗？其实可以这样说，刘备没有人才，他只要是能力比较强的，他都愿意吸纳。而诸葛亮呢，可以说是他选择了刘备，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啊，曹操跟孙权那边已经很稳定了，地盘包括手下人才很多，但是呢，刘备相对来就比较少。你诸葛亮啊，他如果选择曹操，尽管说他的名声很大，但是曹操手下呢已经有很多人才谋士稳定了，诸葛亮过去呢可能只能排到末尾去了。孙权那边也是一样的，只有说刘备那边人才不多，诸葛亮一过去可能就能够受到重用，甚至变成第1或者第2谋士。这个就是双向选择。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因为诸葛亮是忠于汉室，或者说刘备的诚心打动了诸葛亮，这都是我们说的一些辅助，就相当于说最终的核心是诸葛亮他不得不选择刘备。诸葛亮在古隆中隐居，其实当时他的生活条件只能算是一般，他是一边读书一边在这里耕田，就是我们说的耕读传家一样的。按照史料记载，诸葛亮躬耕当时大概是100多亩田地，不过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多了？他隐居应该也不是他一个人，他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寒门子弟。大家要了解一下，在古代寒门并不是指老百姓啊，寒门是指没落的贵族，家里呢还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条件，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。我们经常说上品无寒门，这是因为这些没落贵族已经退居了，所以说才不能够参与到上层的建筑、上层的谋划上去，不代表就是平民百姓。在当时曹操那边，他是深刻的知道那些豪门，就是门阀士族的破坏率，所以曹操其实选择了很多寒门子弟来作为他的手下，作为他的谋士。比方说郭嘉，当然了，他手下同时也有一大批那些门阀士族的，因为曹操也深知，如果没有门阀士族，他的统治也不稳固。下面远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诸葛亮耕田的地方，而这条道路就是以前进入古隆中的必经之路。传说当年刘关张3兄弟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来，最终呢
到达那个草庐和诸葛亮见面。这里有一块碑，草庐，明朝嘉靖年间的，也算是文物了，有400多年的历史。这是碧玺驮着一块碑，因为诸葛亮居住的地方也叫草庐嘛，比较简陋，所以后人为了纪念呢，就在这里立了一块碑。下面这个是碧玺啊，很多人可能不认识，经常有这样一句话：摸摸碧玺头，万事不忧愁。一般的陵墓或者很多地方的碑呀，都是用碧玺驮碑，因为它是龙生九子之一嘛，喜欢负重，所以呢有这个代表性的。你看这里都摸的包浆出来了，就证明每个人来到这里啊，都会摸一摸。在上面基本上就是诸葛亮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他的故居。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去看看诸葛亮年轻时期在古隆中隐居了10年所待的地方。这个前方就是诸葛亮在古隆中隐居生活10年的地方，叫做草庐。其实大家来到古隆中这一块，感觉是不是非常熟悉？因为在影视剧中见过。那么就是草庐是1987年为了拍《三国演义》重新修建的，所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。尽管说这个房屋是复建的，但是也是根据历史资料，根据汉代的建筑规格来打造的，所以说这里也可以称之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故居，差不多1800多年。我们看看现状如何。已经进来了，里面就是这样的布局，看起来是很熟悉啊。这里有诸葛亮的卧室，还有他兄弟的诸葛均、诸葛瑾的卧室。大家如果看过《三国演义》就知道，诸葛亮是在蜀国，而诸葛瑾好像是在东吴吧。因为在那个时期啊，如果家里有好几个兄弟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在一个地方做官。你想，在曹操的、在蜀国还有在孙权的，都有人会去。这个就是常说的，不会一颗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你比方说，如果曹操统一了，那么他们家族继续能够延续；如果说诸葛亮蜀国这边统一了，在这边呢又能够延续这个家族，所以他们当时都是待价而沽，分别派出了子弟，只要哪个成功了，他们家族都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。所以在当时他们都是这种形式的。现在看看，不知道哪个房间能进去啊？因为看好多都关门了。这个应该是当时诸葛亮出行的工具吧。他尽管说在这里隐居，但是也要经常去见亲朋好友。乐音阁，这个就是当时诸葛亮媳妇房月英干活的地方吧。正前方就是草堂，诸葛亮17岁到27岁的时候会见宾客的地方，相当于我们说的客厅。平时会见宾客就在这里了。那个时期的桌子是不是比较小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种凳子，基本都是跪坐。这就是诸葛亮会见朋友的场景。诸葛亮啊，在这里隐居，可以说是博览群书，广交名士。他这样既增加了学问，同时呢，也使他了解了天下的形势。然后他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出山，到底选择谁去投奔。其实他早就定好目标了，就会选择刘玄德。最后这一栋房屋就是诸葛亮他自己居住的，他也是在这里娶的黄月英。2房1厅的，一个是他的书房，一个是卧室，中间呢应该就是客厅了。现在关闭着，简单的从玻璃上看一看。诸葛亮在读书，这边就是卧室了，比较简陋。上面那个应该是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。诸葛亮也是在襄阳隐居的时候娶的黄月英。诸葛亮在这里隐居10年，能够出山，被刘备选中，或者说他选择刘备，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能，更多的是诸葛亮呢把自己推销出去了。因为当时我们看很多资料都说，卧龙还有那个庞统这些呢，你能够得到其一啊，天下就能够得到。
那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那些名人呢帮他们宣传。诸葛亮在这里隐居的时候是广交朋友，很多这襄阳附近的那个名士啊都会来拜访他。就像刘备为什么会来这里寻找诸葛亮，也是有人推荐的。所以在那个东汉那个时期啊，当时有一个铭文是叫做察举制，就是下面向上面推荐人才，他这里的性质是一样的。所以诸葛亮他其实很早就做好准备要出山，只是说一直在选择哪一个人而已。最开始我们说了，他考虑过选择曹操，也考虑过选择孙权，最终呢确定了刘备。诸葛亮出山之后，可以说是变成了刘备重要的谋士。但是刘备最信任的人是不是诸葛亮？最倚重的军师是不是诸葛亮？其实他跟《三国演义》区别还是很大的。可以说刘备最器重的谋士是叫法正，攻占那个蜀，就是说的成都，以及攻占汉中，主要都是这个法正出的主意。当时诸葛亮呢，主要是帮刘备整理后勤政务方面的。只不过呢，法正啊英年早逝，因为大家看当时法正的一个官职就能看得出来，他是尚书令，这个职位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。法正啊去世之后，那刘备手下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人才了，基本上诸葛亮属于第一梯队。你像在白帝城托孤，他只能选择诸葛亮。有一种说法，刘备在托孤的时候，那个后面呢还埋伏了刀斧手。刘备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嘛，如果说这个刘禅扶不起来，你可以自己称帝，就把他废掉了。如果诸葛亮当时说答应好的，那么刘备绝对不会允许诸葛亮继续存在。只不过呢，刘备当时也是无奈之举，但是诸葛亮呢也确实很忠心呢，他没有说出那个话，坚持说要那个扶持，可以说就是后面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嘛。刘备去世之后，刘禅为帝，诸葛亮成为丞相，基本上是蜀国的军政大权一把抓，事事呢都要自己来做，这个就是会导致呢蜀国的人才啊断层。你打个比方说，这个国家一扇门、一个桌子要省心，要维修，都要诸葛亮来签字，那就会导致他手下的人啊没有积极性，都会觉得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决定，那我们这些人是干嘛的呢？这个就是导致诸葛亮去世之后啊，蜀国人才一下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蜀国灭亡啊，有一部分呢是那个诸葛亮他没有做好的原因。因为你作为丞相来讲，你是要用人，很好的用人，而并不是说每个事情要你自己来做决定。你包括那个后面六出祁山，诸葛亮是统帅，统帅是什么？要战略方向，而不是战术方向。那还有一点呢，你像刘禅，很多人说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但是大家看一下，刘禅当皇帝当了差不多50多年，在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刘禅呢还当皇帝当了几十年，就证明啊，刘禅这个人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因为很多人啊把他归咎于，刘禅能力不行，诸葛亮才要把权力一把抓。其实恰恰相反，是刘禅懂得那个低调，因为他当时如果说要展现得很聪明，要跟诸葛亮去争权的话，大家都知道下场是可想而知。所以从这些都能看得出来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诸葛亮啊，跟我们正史《三国志》中讲述的诸葛亮还是有区别的。不过呢，他这个忠心呐，在他到现在仍然被世人所赞颂，因为确实他的赤胆忠心，他的鞠躬尽瘁，值得世人传颂。